在已经是早上的12点多，12点多也出不了门，因为那个8点多起身，到现在还下着雨，也出不了。这里是海边，就是西港海边。外面都下雨，下非常大，所以今天什么地方也去不了，菜市场也去不了，市中心也去不了，现在连早餐也吃不了。现在要去楼下看看他们的那个食物，因为这一区呢是非常的贵啊，这里的价钱，它的食物，我给你看一看。给你们看看这里的价钱。牛排是大概是26块、24块之间，然后其他的呢都是5、6块以上的价钱。现在我是叫了一个披萨，它就是在酒店下面。这个是它的 menu， 这里还有很多那个吃牛排的东西。这个是它的那个店，装修蛮精致的。这里，它现在可以坐在外面，但是我不要，下雨了，还是待在那个酒店里那吃东西。看下面下大雨，昨晚一直在下到今天早上还没停。我的食物已经来了，我叫了一个披萨，就是这个。现在是在酒店房里吃饭，外面还下着雨，感觉上要停雨了。这个就是我的下午餐、早餐、下午餐。现在基本上差不多要下比较小的雨了。吃完这个披萨，然后出去走一走。现在那个雨终于小了，但是还下着，所以远的去不到。现在我带你们去走一走那个商城。这里的商城是一个大润发。我现在是在五巷那里，这个五巷。这大润发就是这个路口，这大润发，这里都是那些博彩广告，它的路口那里都是一些博彩的东西。现在我会往上去看，这里还未到大润发的，有一些手机店。这里就是大润发入口。欢迎光临。这看他们的物价是多高啊！这里物价是非常高。它的澳洲橘子5块多，全部都是用美元计价的。这里，这里还有卖一些乳制品。现在非常多那个中国内地的东西，这也要5块多。这是香肠，腊肠是香肠，辣味，还有一些干货。这鱼干的也要11块多。他们的油价，这个是什么油？花生油，这个
花生油也要27块美金，现在比较便宜的，这个也是花生油。金龙鱼是比较便宜，13块，也是美金。还有一些罐头，2块半一个，2块半换过马币。差不多，也蛮贵一下这里。这个还是特价哦，摆在外面的还是特价。这些蚝油之类的，白醋，这个老干妈，是不是老干妈？也要1块9毛，还是特价的时候有这个价钱。这些都是一些食品类的，这里食品，这个也是食品类。有什么瓜子，6块多。这个是2块多，这个是太阳花的花籽，这个是南瓜的瓜子吧？还是太阳花的花籽也是，这个才是瓜子。这个要4块6美金，这一包小包的。还有这些，全部都是中国内地的那个小食品。这也是有特价。这全部大多数都是来自中国的。这也是饼干也是来自中国。这个一定是中国的这些。这辣条。这个是最便宜的。如果是来柬埔寨的话，这个就是它的啤酒品牌，看到吗？安过它的名字，就是 Siem Reap 那里很出名的一个古迹。一罐7毛钱美金，这个是最便宜的啤酒。基本上就是这样了，大润发。来到了那个本地人的市场，它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室内，然后摆放很多那个小档口的，就是在这里。现在是雨天了，看，基本上现在那个市场已经算没有什么人了。之前我来这里的那个车已经摆满这里了，就是这个市场。现在这个就是它的入口，它的名字我不知道怎么说。它这里全部都是满的摩托，外面都是很多那个嘟嘟车。进门呢，左右两旁都是一个金库，卖金的，应该是假金的。那现在进去就是前面那个部分是卖一些日常用品。然后后面那个部分呢，就是卖一些水产。这个市场呢，就是本地人来逛的市场，他们买东西，这个市场基本上会比较便宜。
这里还有很多卖水果的。如果你们要找便宜的那个蔬菜、水果，或者一些日常用品，可以来这个市场去找。还有这些，他们是美金换那个本地钱的一个档口，是这些。然后他们很喜欢是，我不知道是为什么他们会摆放这么多这个，就是他们的烧衣的那些东西，香烛、那些香料那个。现在我来到就是本地人最喜欢的，这是他们的那个海鲜部，这全部都是新鲜的海鲜。这里的海鲜呢会比较便宜一些。如果是会砍价的话，这里是一定要砍价的。如果不会砍价就不要进来吧，因为基本上他们开价都是非常的高的，你们可以砍价38%以上。就是这样，然后还有那个外部呢，外部也是一些蔬菜类的，外部这里也是满满的摩托，外部全部都是那个是肉类，然后那里也是蔬菜类的，所以这个就是本地人的市场。如果是要了解他们的那个日常生活，或者是他们的价钱，你们可以进来这个看看他们的文化。现在我要买一些艺术书。How much for two？ 一个2000。一个2000。一个2000。给我2个。这个是他们本地人的艺术书，一根是2000。买完我的东西，买完我的东西，赶回去酒店吃东西，就是这些。这个是今天我的晚餐，所以今天的活动就到此为止，再见，明天见。记得好久之前，我遇到一位来自欧洲的妹子，她向我投诉为什么西港会变成如此快速发展的样子，导致美丽的海滩被破坏，物价也变得非常的昂贵。当时我尝试让妹子明白一样事情，快速发展是柬埔寨政府的决定，我们外来游客只能够选择来或不来。我再向她解释一些关于柬埔寨人民的难处，如本地人民的薪资、基建、教育，基本上都是依靠经济上的贡献才能够改善。当时我记得妹子她说环保的问题，我就叫她走进西港的医院，还有药店，看看那些非常昂贵的药物和医疗费用。如果一个国家没有经济能力，当地人民哪有钱看病吃药呀？那个时候妹子愣了一下，也没有反应过来。接着我再继续说，西方国家那么有钱，为什么不帮助柬埔寨呢？因为世界药厂都是控制在西方国家，定价权也是在西方国家的手里。当时妹子也没说什么。我在说西方国家提倡环保，为什么德国还是那么多工厂没人抗议，反而抗议亚洲不环保？我向妹子说，亚洲的工厂有大部分的货品都是提供给欧洲和美国，为什么嘴上说抗议不环保，却还要使用不环保的货物呢？不矛盾吗？当时的妹子虽然没有生气，但看起来她也不好意思再和我闲聊了。